中美两国都发展了两型隐形战机，俄罗斯在有苏57的情况下，也宣布研制单发隐形战斗机，未来可以装备俄空天军和海军航空兵，其出口前景如何？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俄罗斯最近发布消息称，就是在苏57这种隐身战机已经装备俄罗斯的空天军以后呢，继续研发一款新型的，就是中型的或者是说轻型的隐身战机。大家就可能感到很奇怪说你已经有了这种重型的隐身战机了，为什么还要研发呢？那这个研发一款新的战机，包括这个制造它的这个经费或者投入是很大的呀，因为我们看到目前世界上拥有2款隐身战机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美国是什么呢？ F-22，这是重型的隐身战机，美国是不出口的你看，除了美国自己使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拿到 F-22这样的重型隐身战机。还有一款 F-35 呢，它是一种中型的，也就是单发动机，它只有1台发动机不像 F-22是2台发动机，那它也是隐身的。那么它这个隐身呢是有3个型号，就是 A 型是给美国空军用的从陆地上起飞， B 型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当然英国的航母也买了这样的 B 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 C 型的， C 型呢是给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是用弹射器弹出去的。但是F-35它这种飞机无论 A、B、C 它都是隐身的战机，所以美国有2款，那中国呢也有2款隐身的战机，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歼20这种是重型的2台发动机，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型的，就是歼31这样的这个隐身的战机，因为它在珠海航展上大家是看到它的所以作为俄罗斯而言，它并不是说我要跟美国或者中国比，你们有2款这个隐身战机，我也要有2款，不是的。因为这个苏57它属于重型的战机，基本上是给俄罗斯的空天军使用。那么未来俄罗斯是要继续建造航空母舰的，你在航空母舰上一般的说，像苏57这种重型的战机，你是起飞不了的，因为你自身太重了。那么这个航母上呢，它这个飞行甲板或者是说这个跑道也就是这个距离是非常短的那你弹不起来所以很难使用。所以我想呢，它可能为了就是这种航母上的使用，要研制中型的或者轻型的单发的这种隐身的战机。还有一点呢，你比如说在一些局部的战场上，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战机，因为它飞行的距离短，比较灵活嘛。再有就是你要打开这个市场，你苏57是一种重型的战机，俄罗斯是不可能把这款战机给卖出去的因为它自己装备还不够呢。但是呢，要是如果研制出来，比如说轻型的或者中型的这种隐身战机之后呢，就可以跟美国的 F-35进行一种竞争，就是你是中型战机，我也是中型战机，你隐身我也隐身，咱们俩势均力敌。况且呢，俄罗斯的装备它有一点就是皮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要比美国这个装备便宜得多，所以就可以形成一个军火市场上的这种竞争。那再有呢，就是俄罗斯还在研制就是猎人这样的无人的隐身的飞机。那这个也可以把技术或者是这种材料相融合、相结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节省投入的经费，所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我认为俄罗斯现在真是要研发这种中型的隐身的战机了。所以它不是为了和美国和中国进行攀比，而是为了自己的国防工业的发展，为了打开这个未来的这种世界的军火市场。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